有穿男装很帅，我把两人合照发网上，有人回复小心这个男的，他眼路300，好似谭颖，是个变态杀人犯。小美握住门把手朝外拉，门开得更大了，她探着身体朝里看了一眼，眼珠子立刻瞪得老大。妈呀，怎么了？青青在里面吗？小美却像没听见我说话一样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里面，然后走进了屋里。我不敢一个人留在走廊上，只能硬着头皮跟进去。怎么没人？青青呢？小美不可置信地朝周围看了一圈，这屋子居然真的有人住啊，好奇怪啊！那物业怎么显示是空置呢？我们两人面面相觑，视线转向一旁的2间卧室。卧室房门紧闭，可靠近客厅的那间却时不时传出高跟鞋敲击地面的脚步声。小美走到卧室门口，往下旋转门把手，我朝她拼命使眼色，别管人家的闲事了，我们走吧。小美却直接打开了房门，我只感觉眼前一花，一道黑影冲出来，猛地把小美扑在地上。小美尖叫一声，拼命挣扎起来。那是一条模样古怪的大狗，狗的嘴巴戴着一个特殊的铁质嘴套，两旁密封，中间留了个洞，那洞估计是喂流食用的。那条狗看着恨极了小美，拼命地撕咬她的脸，只可惜戴着嘴套，根本伤不到小美。小美用力推开大狗，慌乱地坐起身。我靠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大狗又往前扑，高跟鞋踩在地面上，发出清晰的脆响声。我低头一看，这才发现这条狗的后肢穿着2只模样古怪的高跟鞋，鞋底大概5-6公分，又尖又细，看着踩高跷似的。好变态啊！这女的虐待动物，虐待动物的可能是青青，她估计真的是个变态。墙角摆着一只铁笼子，笼子旁边有一个计时器，上面显示晚上11点，所以每到11点，这笼子就会自动开门，狗从笼子里出来发出响声，青青就会上来给它喂食。那个跟青青说话的女生是不是被它关在另一间屋子里？我吓得浑身发抖。我们快走吧，快离开这里，报警。好，走吧。小美也吓得脸色发白，再也没了刚才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。我们2个跑到客厅里，小美伸手用力推了一下防盗门，脸色更白了。完了，这门被锁住了。怎么可能？刚才明明是开着的。我惊慌失措，用力往下压门把手，可不管怎么往外推，那门都纹丝不动。小美似乎想到什么，这是指纹锁，有人把电池卸掉了，要找到钥匙才能出去。我心脏一下就被揪紧了。肯定是青青，她跟在我们后面进来了，她虐待狗，她那么变态，她真的是杀人犯，该怎么办啊？别怕，她到现在都不敢动手，说明她1对2也没有把握。小美冷静下来，掏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。110码，马吉公寓6栋1301，这里有杀人犯，你们快过来。挂断电话，我和小美紧紧靠在一起，后背贴着防盗门，惊恐地朝卧室的方向看，生怕下一秒青青就拿着刀从房里冲出来。小美壮着胆子，大声朝屋里喊了几句：青青，警察10分钟以后就到，我劝你别冲动，伤了我们，你也逃不掉的。房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人回应，我感觉很不对劲。如果青青真的是杀人犯，她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报警，不出来阻止呢？她到底想干嘛？小美显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。酱汁，我怎么感觉青青不在房里啊？你说会不会她看见我们发现她的秘密就逃跑了，故意把电池卸了，把我们锁房里，这样等警察到破门进来最起码也得20几分钟啊。她是在给自己争取逃跑的时间。我脑子乱糟糟的，根本没法思考。第一反应是觉得小美说的有道理，可又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两人贴着门背后站了5-6分钟，小美待不住了。青青肯定不在这里，再等下去警察都要到了，别怕。小美壮起胆子去厨房拿了一把刀，我也跟着选了一把水果刀，紧紧握住刀柄。两人一前一后来到另一间房门紧闭的卧室门口，小美朝我比手势，等会儿门一开我先冲进去，如果青青在，我先缠住她，你再进来。我紧张的大脑一片空白，机械的点头，几乎是小美说什么就跟着做什么。3、2、1，小美低声数了3下，握住门把手，猛地推开房门往里冲。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。